喂，哦，我们老大还没回来呢。那要不我先把我起草好的律师函发给您看一下。好。我觉得还是等罗宾回来看过以后你再发。没事儿，就一孕妇，现在特别焦虑，催得很。好了，那罗宾老师回来告诉我一声。谢谢。你到底在干什么？我让你发了吗？你就发。我以前起草的律师函也都是一字未改。怎么了这是呀？程序可能是受你影响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我走之前我就放您桌子上了，我以为您已经看过。我是看过。那您既然看过了，您没跟我说不能发呀？那我也没说可以发呀。以前您但凡没有说不的，都意味着同意。OK， 那我们现在明确一下，以后，凡是我没有明确说同意的，都意味着不。可我已经发给李丽了。劝一劝，是不是不合适啊？不是一般的不合适，是特别不合适，比你站在这儿看热闹还不合适。我是想问啊，我姐找罗宾到底什么事儿啊？那你去问你姐啊。我姐她不告诉我，我也不告诉你。想办法收回来，然后跟对方说一声抱歉。利益冲突，我们不能管他的事。我查过了，李丽告的是玲珑美食，玲珑美食跟咱们没有利益冲突，他是廖家敏的客户。我知道玲珑美食是谁的客户。那您为什么呀？你是我的助理，我接哪个案子不接哪个案子，需要给你理由吗？可是咱们已经答应人家了。普法宣传的时候，义务接受别人的咨询，不代表答应了对方。可是人家已经相信咱，是相信了你。你不代表咱们，也不代表律所。现在就去跟李丽说清楚，你只是提供了一次义务咨询，你是助理，你是实习人员。按照律协规定，律师事务所及实习指导律师不得指使或者放任实习人员有如下行为：一、独自承办律师业务；二、以律师名义在委托代理协议或法律顾问协议上签字，对外签发法律文书。我能进来吗？当然。怎么了？没什么，我批评了他2句。那不是很正常吗？当年丰毅说了你2句，你哭得比他厉害。你还记得啊？让黛西到我办公室来。他没来。为什么请假了？你昨天对他有点太严厉了。啊？抗击打能力也太差了吧？说都说不得了。主要是因为赶上干什么？失恋。失恋？失恋就可以不来上班了吗？我们律所有失恋假吗？还是咱们国家又新颁布了新的法定假期，把失恋也算进去了？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让他回来上班。告诉他，就算是家里死了人，国家的法定假期也就是3天。哎，李丽姐。呀，你好，你好，你好。哎，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律师函我是。律师函我已经发给玲珑美食了，他们让我跟他们的律师聊。
他们律师是谁啊？廖佳敏。廖佳敏啊，是廖佳敏他亲自管吗？啊，廖佳敏他是龙科的主任，一般的案子他都不管的呀。玲珑不是他们一般的客户，说明他们重视呗。你手机一直在震。哦。喂。你打算什么时候来上班？我一会儿就回来。拜拜。我们律所吧，跟他们那律所就上下楼的关系。我知道啊。我上次本来是要找他们理论的，结果刚走到楼下，正赶上你们律所做那个义务法律服务，我就先找你们咨询了一下。是这样的，李丽姐，这个律师函吧是我写的，可是我还没有经过我们老大呢，这不大符合规定，因为按照我们律所的程序的话，都是应该我写好律师函，我们老大同意之后，我才能发给您。可是他还没同意了，那天您催得比较急，我就事先发给您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吧有点严重，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这个律师函还有告玲珑美食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呀？有什么样的上司就有什么样的下属。你的意思，他的目中无人是跟我学的？我是说，你们俩同气相求，惺惺相惜，物以类聚，臭味相投。谢谢夸奖。我马上去给廖主任道歉。别去了。好的。主任，您别生气，有什么事儿慢慢说。那份律师函，玲珑美食的，我知道这件事情从此以后再也不管了，到此为止。现在是后边必须管。为什么？你那个助手黛西跟人说他是实习生，那封律师函就是他自作主张发出去的。现在人让我们必须管到底，否则就举报。廖主任还亲自过来啊？是啊，想和罗律师探讨一下，已婚女性谎称未婚入职是否构成欺诈。这个问题，由我的助理回答比较合适。劳动者对于与工作无关并且侵害劳动者隐私的问题，有权拒绝说明。拒绝说明不构成欺诈，但没有如实说明，明明已婚却说自己是未婚，也不能认定为构成欺诈。罗律师真的是铁嘴钢牙啊！这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登记表，婚姻状况一栏填写的是未婚。这个是李丽女士求职时的个人简历，写的是未婚。这个是李丽女士的员工入职承诺书，承诺她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无误，如有不实，承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不要求经济补偿。廖主任，我想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李丽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问题。李女士的劳动合同聘用期是从2019年的4月7号到2022年的4月6号，但是就在今年的6月14号，李女士被强行辞退，原因是怀孕。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员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玲珑美食解除与李丽女士的合同，不是因为她怀孕，是因为她不诚信。婚姻状况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没有必要告诉公司啊。这是你律师教你的吗？不，这是他自学的。那我们法庭上见吧。法庭见。谢谢你啊，罗律师。不客气。但是我强烈建议你和解。为什么呀？我会输吗？我刚才听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撒谎了，这是不对的。可是如果当初我跟他们说我是已婚，那他们肯定就不会录用我了。在去玲珑美食之前，我应聘过很多地方，只要我说已婚，就都没有下文。那也不是你撒谎的理由。
这人怎么这样啊？我要投诉他。不是，您不能这样嘛！怎么？他这是歧视女性，他这样的人不配做律师。他可是在义务为您提供法律帮助啊！哎，就像你说的，这是他的义务。我学过律师法，人都说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应该按照国家规定去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对，你们应该为受援人提供那个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为受援人争取他的合法权益。我是妇女吧，我又是孕妇吧，你们就应该无偿援助。哎，你好好想想吧你。人家是个孕妇，现在人家投诉你了，说你歧视女性。我歧视女性？我什么时候歧视过女性啊？那不能因为她是女性，她就可以不按照人类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那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我本来已经推了，是您要求我接的。那是因为你的实习生发了一个律师函，让人抓住把柄了，知道吗？我可以说那个律师函我已经看过了，他没有把柄。可是你们家黛西发了个律师函，已经给别人说了。我告诉你，除非你把你们家黛西给开了。我顺便跟你说一句，你们家黛西啊，优点很突出，但缺点也很突出。跟您当年评价我一样，缺点显而易见，优点难能可贵。别在这给我打岔，我没打岔。我告诉你，这件事可大可小。怎么个可大可小啊？听着。听着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50条，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对本所律师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律师事务所因前款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对其负责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听见了？您别为难，如果有人找您麻烦，您就告诉他您已经让我走人了。已经有人说我包庇你了，说我没有一碗水端平，说是鼓励本所律师诋毁同业，接受委托以后没正当理由拒绝代理。那您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办？去给人道个歉。道歉？说什么呀？就说因为您是女性，我不应该指责您撒谎，或者说因为您是女性，您就天然拥有撒谎的权利。你要是这种态度，那就别干了。那我就不干了呗。行，那就别干了。怎么了？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您就发这么大火？小事儿，发这么大火？我是律所的主任，我要什么事儿都得担着。如果是别人犯这个错误，客户对他投诉，该检查检查，该道歉道歉。哦，轮到你了，我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觉得对别人公平吗？我告诉你，罗宾，这会儿你要做检查，不光做检查，还要在律所的例会上公开检讨。检讨什么呀？检讨说就因为我说了句实话，冒犯了客户，所以以后我也像他们一样迎合客户，取悦客户。我告诉你，罗宾，让你做检查，让你道歉是给你机会，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才华，对律所贡献大，就在这给我掰扯。我没有跟您掰扯，我在给您讲道理。现在的问题是客户不讲道理，你总不能支持那些不讲道理。我是主任，我不是你的背锅侠，我已经对你网开一面，那就恳请您一视同仁。好，一视同仁，那你走人吧。主任罗略，不好意思，
什么事儿？我这儿有一个紧急的事儿找您。你没看见我和罗宾在谈事儿吗？你就不能敲敲门？不好意思，主任，那我过一会儿再来找您。这个是李丽的案子，交给何赛老师，争取和解。如果不能和解，就打官司，也不怕打。丽娜姐，罗宾老师他，李丽跟封印投诉了，老大给他换了个律师。你也不要内疚了，人生要都是事事如意的话，也少了好多乐趣，你说是吧？丽娜姐，那这件事情对罗宾老师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你别想太多了，好好完成罗宾交代你的每一件事情，让客户满意就是帮忙了。丽娜姐，干活去吧。主任，你真的辞职了？你觉得呢？真好。我跟你跟兰兰，我们3个人创立一个新所，我们3个都算创始合伙人，就供家族信托，财富传承。哎，我研究过了，我们肯定不愁案源。就我们 MBA 金融班一个班里有半个班的同学都有这个需求。不。哎，你是不是怕我还惦记你啊？我需要时间好好想一想，要不要换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换哪种生活方式，黛西都不适合你。恕我直言啊，李丽的事情你非常不职业。那职业该怎么做？工作就是工作，客户就是客户。你可以不喜欢你的客户，但你没必要让他们知道，正常交往就好了。就工作而言，我可以为诈骗犯在法庭上辩护，但是在生活上，我没有办法跟一个不诚实的人交往。那黛西同学诚实吗？每个人都有点秘密，这很正常。你管隐瞒自己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行为叫保密啊？说实话，现在我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信息并不困难。他没有对我隐瞒，这事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是我跟他说不要告诉别人。为什么呢？人总是存在偏见和歧视，何必好端端的递过去一个把柄，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攻击自己呢？哎，你把隐瞒学历这件事情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让我都差点以为不是隐瞒学历的人有错，而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太看重学历了有错。你不会？不会，兰兰都不知道，我跟谁都没说。谢谢。不客气。罗宾，你对我应该有最基础的信任吧？当然。主任，您找我啊？来，坐。罗宾他几天没来律所了？3天。哦，3天。他的客户找他，我都说他休病假了。他的客户找他，应该手机联系。他这几天手机也关机了，所以客户只能打到办公室来。如果说他不想干了，起码他得给他所有的客户打个招呼，他要辞职了。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给自己留了个台阶儿。丽娜，你跟他时间久了，你最了解他的脾气。我去求他是没有用的。懂了，谢谢。我觉得，对不起啊。这也太熟门熟路了吧？我觉得这是冤家路窄。黛西他接了一个案子，告的就是麦飞他们的客户。这不是经常的事儿吗？全景跟龙科不一直都是相爱相杀吗？那个您好，黛西呢？哦，他没来。罗律在吗？罗宾啊，他已经好几天没来了，啊，休假了。谢谢。我还是想要跟您商量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啊。喂，李丽要求索赔20万，他是在碰瓷儿吗？啊？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呢，我不知道啊，什么情况？那正好，你就告诉他，我们的客户本打算想让步的，但是他现在这么得寸进尺，那就直接等着法院判吧。还有，我劝你别管他的事儿了，省得给自己添麻烦。哎，还有，他跟没跟你说过他的案子走过劳动仲裁啊？然后直接被仲裁委驳回了。你说什么？仲裁？我上电梯，先不跟你说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是他们律师打的电话吧？他们说您要索赔20万。啊？不是，他们现在打算给多少啊？您这个案子做过劳动仲裁啊？对啊。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啊？因为如果我告诉你们了，你们很有可能就不接我这案子了。我们现在也可以不接您这个案子的。哼，那可不行，你们现在已经接了。你们有律协吧？律协是不是管这事儿？我现在就给律协打电话。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没有正当理由，的确是不能拒绝代理。可是现在我们有正当理由了。什么正当理由啊？委托人故意隐瞒和案件相关的重要事实，律师有权拒绝代理。我问过你们，仲裁后能不能再告？是你们说可以的呀。是，仲裁之后如果对结果不满意，的确可以到法院再告。但是您不应该隐瞒您已经仲裁过的这个事实啊。您上班1个月都不到，实习期都没有过，我觉得法院无论如何都不会站在您这边的。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再问几个律所咨询一下。我就是因为上网找了个律师问了，他说可以索赔20万，所以我才想试一下的。那您是不是打算找那个律师帮您去做代理呢？
他说先要给的律师费，按索赔标的30%，那就是6万块钱。那您给了没有？当然没有了，我又不傻。我上网把他所有打过的官司都查了一遍，基本上都是输的。我觉得他就是满嘴跑火车，想骗个首付款，我还是信任你们。我也查罗律师了，还托人打听，说他是你们律所最好的律师，一般人想请他打官司还请不到呢，是吧？你说咱那天多巧哈，就正好在楼下，这都是缘分。回头你也跟罗律师说一声，过去就过去了，让他别往心里去，啊。过去就过去了。是。谁？外卖。有什么高兴的事吗？有啊。封印让我来找你，找我干什么？你猜？让我把所有的客户都移交给你。你为什么就不猜封印让我过来请你回去呢？你说有高兴的事儿，我回律所对你来说是灾难。讨不讨厌呀你？一直这么讨厌。别废话。在哪儿吃？这是罗宾老师的电脑，你在干什么呀？但是我有密码。你在找什么？我在找让他回来的台阶。你在挖他的客户资源吧？你可以去告诉他。咱们俩第一次喝这梦之蓝的时候，还是咱俩实习的时候。不，你记错了。我没记错，咱俩当时在弄同一个案子，我记得很清楚。你记错了，是在你姐姐婚礼的时候喝的这酒。是在我姐姐婚礼上吗？那我怎么不记得呢？你喝醉了，你当时还跟我们说你替你姐起草了一个特别牛的婚前协议。无论是什么事儿，无论是什么理由，不管是谁提出的，所有的财产，不管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都归何必所有。而且刘英美签了，她看都没看，她就签了。哎，我姐找你什么事儿啊？你以为我喝点酒就会告诉你？你回忆一下，你跟我喝酒，你占过上风吗？哎呦，我跟你喝酒，我不是为了占上风，这不因为咱俩感情好吗？对，你还是放下吧啊！哪次你喝多了，不都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不是，那我给你写一保证书，行不行？咱们俩喝酒，不管我出什么事儿，都跟你没关系。你都喝出事儿了，保证书还有个屁用？不是，那你告诉我啊，我姐到底为什么找你？我不会告诉你的。你不告诉我，可就喝酒了，我可就照着往医院走喝酒了。啊，行，你赢了，你这招还真挺吓人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刘英美她有小三儿了？没有。那到底因为什么呀？你不说我就喝了啊！好，你坐下。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答应。如果我说了，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行，啊，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不违法。但不能是什么穿着裙子上班之类的事儿啊。哎，这主意不错。什么？如果你反悔没有做到，你就穿着裙子去上班，答应吗？我不会反悔。那你承诺？我承诺。发誓。哎呦，我发誓，我何在？哎，等会儿，我得把它录下来。哎呀，我不会食言的啊。那也必须得录。说吧。我何在郑重声明，罗宾告诉我姐姐来找他的原因之后，他要求我干什么事儿，我就干什么事儿。如果我反悔了，我就穿裙子上班。说清楚。我就穿裙子上班，这就行了吧 ？OK， 说吧。我得检查一下。郑重声明，罗宾告诉我姐姐来找他的原因之后，他要求我干什么事儿，我就干什么事儿。如果我反悔了，我就穿裙子上班。啊，行，你能说了吧？这回你说不说呀？你做呀？不做，说。你不做，我不说。你说我不做，我做，你说吧。刘英梅死了以后，你姐发现一个大盒子，里边全是借条，有600多万吧？600多万？不是，那是他借别人的，还是别人借他的呀？刘英梅的钱都在你姐那儿。他哪有钱借给别人？肯定是别人借给他的。那别人借给他的借条应该在别人那儿啊。我就是这么跟你姐说的呀。我姐信了吗？她不太信。谁也不能信呢。按常理来说，刘英梅把这钱还给人，那借条就还回来，而且就撕了，她留着干嘛呀？你们俩真是一家人，逻辑都一样。这正常逻辑啊！不是你说那原因太没说服力了。那你倒是说一个有说服力的，我学习一下。刘英梅想跟我姐离婚，但是她当时呢，她跟我签了这个婚前协议了。她怕她净身出户，她想弄一笔钱出去，所以她就让她的朋友给她写了一个借条。我真是佩服你的推断力，加10分。她的计划就是，她先跟我姐姐说她要离婚，是因为她在外边欠了很多的钱，我姐姐呢肯定是不想跟她离，那就会帮着她一起还钱。这么着，他就把一笔钱给倒腾出去，然后他隔一段时间倒一次，隔一段时间倒一次，一直倒到我姐姐忍无可忍了，跟他离婚了，他这计划就算实现了。我跟你说啊，刘英梅，我一开始我就觉得她不是一老实人，她当初刚跟我姐好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她为什么没有实施这个计划呢？她死得太突然，没来得及。借条可是有年头。那就是说，有年头以前他就想了跟我姐姐离婚，但是呢，他忌惮于我会跟他死磕，所以他没敢。你认识刘景明吗？刘景明，我姐最烦他了，他就是一渣男。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董永一贫如洗，却偏偏爱上了天庭的七仙女。可是七仙女的天庭亲戚们呢？都不信任他，尤其是这个七仙女的亲弟弟，逼着他签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婚前协议。董永以为签了这份协议就好了，就可以得到尊重了。可事与愿违，不但没得到尊重，反而被人更看不起了。人们还说，他为了攀龙附凤，居然签了这么一份没有尊严的协议。不，他自己可是认字的啊！我们没有拿着枪逼着他脑袋。一个人在不平等的环境里生活久了，心态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他就伪造了这些欠条啊。事实是，他没有伪造欠条，是刘景明给他写的欠条。只不过他一直犹豫再三，没有启用。这就是你姐一直问我，刘英美为什么借了那么多钱。我始终没有办法回答他的原因，就如实的跟他说，你姐会恨你的，她也会恨她自己，她就应该恨她自己。
所托非人。我不这么认为，真的。所以何塞，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咱们两个共同把这故事变圆。我跟你一起啊？你想让我跟我姐姐说是我欠了这些钱，刘英美是帮我跟别人借的钱？没错。你姐姐知道你好面子，要面子，你官司打输了，被客户索赔，你又不好意思声张，所以不是你这太过分了吧？你让我跟你一起骗我姐姐，以此来表达你对刘英美的歉意。我为什么对她有歉意？因为你从来没有信任过她，她就不值得别人信任。她爱你姐姐，她想过跟我姐离婚，她没有离，她只是想，充其量就是想。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管多么幸福的婚姻，在漫长的生活当中，总有这么1到2次想要离婚的念头。你说错了啊！原文是，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当中也会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想法。这是温格朱莉写的《幸福婚姻法则》。我知道你读书多，但没想到这种书你也读。那怎么了？我不能读吗？能读，当然能读。所以，咱们就这么说好了。我就跟你姐说，刘英美借了钱是为了你，这不是事实，我不会承认的。你答应我，但是我不能说谎嘛，我不能跟我姐姐说谎嘛。我从小就跟我姐姐有这个约定，这是我的底线。那你就穿裙子上班？那是不可能的。那我就把这视频发到快手上去。那我就告你侵权。那我就道歉，反正别人已经看到了。那你就太臭流氓了吧？臭流氓也要穿裙子上班？给我！哎呀，我天，我就不信了。凤老大让你来找我呀？如果我说我故意跑到这儿来和你偶遇，你会信吗？他不生我气了？怎么着？你想让他8抬大轿把你给抬回去啊？那你的意思是我黑不提白不提回去上班，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不反对你一声大笑出门去，但是啊，你能不能帮我个小忙先？什么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代购药品，现在取保候审。这可不是一个小忙。但是你是一个好人啊。没你想象的那么好。我已经跟马师傅说好了，让他按上班的时间来接你。一会儿见了。在角逐一场没有终点的梦，又能怎样？硝烟从未散场，又怎样？突然百孔千疮。只能够战胜残酷，只能去圈住迷途。他要走的每一步，不犹豫，不彷徨。这夜的星光长什么模样？用善良捍卫原则立场。喝哪个呀？原味的，谢谢你。哎，我先走了。罗律，罗老师，请您喝养乐多。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有，李丽决定接受您的建议，和玲珑美食和解。那个案子不是已经归何塞管了吗？他想让我跟您解释一下，他当时就孕激素导致情绪失控，
我不介意。还有别的事儿吗？啊，您的电脑密码我改成我父亲的忌日了。为什么？谁让你改的？因为我发现有人从你电脑里面去拷客户的资料。谁？老洪。改回去。改回去。尽早建立离岸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隔离这些风险。比如说，您打算把财富隔代传承，那您可以直接用离岸家族信托，将您的孙子设定为指定的受益人。如果说你不愿，我在跟客户通电话，几百亿的家族信托，你是在跟我的客户通电话？我是在帮你维系客户，替你做客户的增值服务。这么说，我要谢谢你了。不客气。我听说你还分别联系了任小年父子。谁跟你说的？你承认了？他们应该已经不算你的客户了。如果你肯听我的建议，你劝我放弃。没错。为什么？因为他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他认为花钱买的不是你的服务，而是你的尊严。不，据我所知，他们是尊重别人劳动的，只不过他们不尊重一些不专业的行为。就比如说，你的助理黛西小姐。那他也犯不着勃然大怒，让我当场炒掉我的助理。那你也犯不着怒发冲冠，为了个助理跟大客户翻脸。如果我默许或者纵容了他的行为，我会看不起我自己的。我猜你是怕黛西会看不起你。你猜错了。你是个理性的人，理性不代表逆来顺受。你是不是因为任小年曾经是你的客户，如果他现在变成了我的客户，会让你觉得很没面子？这跟我的面子无关，所以我奉劝你，如果不是因为太缺钱，有些案子就算了。你觉得我留在这是为了钱吗？我继承的遗产够我开10几家全景的，你觉得我为什么留在这儿？好，那如果我告诉你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助人为乐，你信吗？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富不过3代，为什么？第1代辛苦赚钱，第3代宰卖爷田，甚至都熬不到第3代，很多在第2代就折腾没了。说实话，罗宾，我特别感谢你为我做的事，让我避免了家产争斗。我想为更多像我一样的人，规划他们的所有，避免他们手足相残。其实对于我来说，多签一个客户，少签一个客户有什么所谓呢？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不一样，他们越早知道，就越早能规避风险。好，我知道了。抱歉打搅你了。难道不应该是抱歉误解你了？请你以后不要偷偷的到我电脑里去拷资料，好吗？如果你需要什么，直接告诉我，跟我要。我没有偷偷去你电脑里拷资料。你不上班，办公室没有人，我没办法直接问你要。所以你就打开我的电脑，输入了我的生日，电脑就蹦出来一行字：欢迎回来。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电脑，只要你输入密码正确，都会蹦出来欢迎回来。哦，我以为你的电脑一直在等我回来。好，我的错，我太懒。所以你是特地来告诉我？对，我就是特意来告诉你，这个错误已经被纠正了。是吗？那现在换成谁的生日了？
有空吗？你说什么时候？是这会儿、一会儿还是下午？我是说等你有空的时候，有点事儿想跟你说。我先去看一眼我的电脑。不急，我在办公室等你。马上告诉我，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可问题是，现在我们的客户不同意和解了，他那索赔20万，真的把我们都给激怒了。请告知我你父亲的忌日。罗宾知道你父亲忌日干嘛呀？他想祭奠一下。我把他的电脑设成了这个密码。不是你笑什么呀？啊？这日子真特别啊！哎，你回去好好和，别笑了，你回去好好和你们客户说说啊。我们是不愿意打官司，但是如果他们特别想打，我们也不怕。罗宾让你跟你姐说，那笔钱是你让你姐夫借的。要不然的话，我姐会耿耿于怀，执念于我姐夫为什么要瞒着他跟别人借钱。你绝对不能答应。可是，我要真的把真相告诉我姐的话，那我姐会为此事痛苦一生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承担真相，他就不配得到幸福。家族信托这块是由我们所另外一位同事负责。对，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好的，咱们常联系。再见。我记得你父亲跟检察院不要打我父亲的主意。没打你父亲主意，我是说这个案子已经到了检察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跟检察院沟通。那就走正常的渠道沟通好。是正常渠道，你把你父亲理解成歪门邪道了。那你沟通目的是什么？轻判不判？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开一个先例。我们是超级无敌搭档。我是超级无敌，你是搭档。我不喜欢开这种玩笑的。那好。你是超级，我是无敌，为什么不能换过来？你是超级，我是无敌。超级无敌，超级排在前面，我以为你喜欢排在前面嘛。那好，我是超级，你是无敌。你好，我找何塞。哦，何塞律师不在。不可能啊，我跟他约好呢。小然，何塞是出去了吧？对，我呢反复的考虑了一下，我还是不能跟你一起骗我姐，而且我觉得你也不应该骗我姐。那除非你穿裙子上班。哎，我是跟你认真的说。我也是。我去。喂，蓉蓉，你在哪儿呢？啊，你在那儿稍等啊，我现在就派人过去接你啊。一大早我就看见你跟何塞一前一后的进律所。一大早我也看见了罗宾在你的办公室呀。喂。喂，兰兰。那个不好意思啊，你帮我一个忙。那个我今天呢，本来是跟我表妹已经约好了，但是呢，我今天把这事给忘了。你先帮我接待她一下，好吗？谢谢。我吧，其实从来都不忘事儿，这是我头一次忘事儿。
你一定帮我跟他解释一下，然后呢，你跟我帮他道个歉啊，你就说我并不是不重视他，今天真的是临时有事儿。罗宾他突然间找我，他非让我跟他出来。3个问题，他现在在哪儿？前台。他叫什么？蓉蓉。他找你有什么事儿？他没说，他说等见了我的面再跟我说。我想应该是法律咨询这方面问题吧。他自己呢有个小公司，我是他公司终身免费的法律顾问。当然了，你给他不用免费咨询哈，但是呢，你不要跟他要钱，等回头你的钱呢，我替他给你。好，我去接他。我现在要去接何塞的表妹了。你并不了解何塞，我可以花时间去了解。兰兰，我其实不想干涉你的私事。谢谢，你今天真好看。蓉蓉，你好，我是何塞的同事，他临时有点事儿，让我来接待你。哦，行。我表妹啊，真不容易啊！你说又得当老板，还得怀着孕，还得给你外甥女儿当后妈。你说的这些事儿，哪一件不是他自己乐意的？你怎么这么说话呢？都是好事儿啊！你看，当老板又怀孕，当后妈呢，也是好事儿啊。这说明她嫁给了一个她自己喜欢的男人，这多幸福！只不过，这个男人之前有个孩子，对吧？他还多了一个孩子，不是吗？你有点不舒服吗？没有，我就是怀孕了，有点累，没事儿。吃点综合果仁，补充一下营养。谢谢，没事儿。那个，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比如夫妻2个人，如果丈夫没有经过妻子的同意，就把钱给了另一个女人，那我作为妻子，我有权利把这个钱要回来吗？只要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当然有权利要回来了。不是我们的共同财产，是我自己挣的，我的个人积蓄。如果是你婚前的存款，算作你个人的财产；如果是你婚后的积蓄，那就算作共同财产。不过，就算是共同财产，你丈夫也没有权利随便想给谁花就给谁花，他必须要经过你的同意。那如果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发生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把钱转给了另一个女人，那我还有权利要回来吗？能，除非你有证据。那怎么样呢？起诉。不是，兰律师，是这样的，我丈夫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们俩感情也特别好，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他跟他前妻离婚的时候，他是净身出户，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前妻，但是他前妻还老来找他要钱，孩子上学要钱，上补习班要钱，上夏令营也要钱。我觉得这些算是孩子的抚养费，给了也就给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但是前一段时间，他又找我丈夫要了一大笔钱，说要买房子，这个我就不能忍了吧？买房子？对呀。你别不说话呀。蓉蓉，我这辈子都会跟你在一起，我会对你好，我们不分开。但是现在吧，这罗琦他也挺可怜的，没地儿住了。他本来说跟这男的一起买房子，这男的就变卦了，所以就变成现在这种状况。小安这不也得跟他过吗？是不是？我们可以变更抚养权，我们来带小安吗？带不了小安，没法带。你这不也怀孕了吗？我们马上也有自己孩子了。我因为怀孕了，我把我的存款、我的银行卡密码什么的，我都交给我丈夫保管。然后有一次特别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发现我丈夫用那个网银给他前妻转了一大笔钱，然后他说，啊，我前妻想买房子，他钱不够，那个什么，我支援他一下。然后当时我就发飙了，我说他买房子，你支援他可以啊，你用你自己的钱支援呢，你干嘛用我的钱支援啊？对呀，他怎么说啊？他说他总不能让他前妻流落街头吧？我现在怀孕了，
我压力也特别大。我辛辛苦苦赚钱，不是为了给他前妻买房子置地的，你懂吗？有没有可能是你的丈夫和他的前妻一起转移你的财产？那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我丈夫是特别好的一个人，他是不会做这种伤害我的事儿的，他就是纯粹心软。那你有没有告诉他，他对别的女人心软，就是对你心狠？他不这么认为。找谁呀？你好，我们找杜飞。我就是。你们谁？我们是您的律师。我叫何塞。这位是罗宾律师。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减轻你的罪。我没有罪。是这样。能让我们进去说吗？就在这说。我们来呢，今天找你，首先是想向你来了解情况的。情况就是，我爸得了癌症，为了让他多活几年，我去孟加拉买了一种药，1万多一瓶，效果不错。完了，我就在我爸的病友群里分享了这种药，很多病友希望我帮他们买，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你从孟加拉买回来的这个科比替尼啊，它是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的。那是药监局的事啊，找我干嘛？是这样，我呢先给你普及一下起码的法律常识，好吧？在我们国家呢，没有经过药监局审批的药物，被认定为假药。有些药呢，在国外是被认可的，但是在国内就不一定被认可了。而且我国对药品管理的制度的严格程度，那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所以你从国外代购回来的这个药被认定为假药，这是没有问题的。你是在说我有罪吗？不，我不是说你有罪啊，我是在跟你说法律是这么规定的。那就是法律错了。你这样的态度，我们没有办法为你辩护。谁让你们来的？那你们来干嘛？哦，让我认罪，给我个轻判，门儿都没有。你先别激动，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来为你做无罪辩护的，但是前提是你得配合我们。你们能保证我能赢吗？没有律师能够保证赢。那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杜飞，别敲了，这整个就是个法盲啊！连起码的法律常识他都没有。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讲赢他呢？我要跟他形成共识，我得告诉他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算了，这个案子你不要管了。为什么？因为你从内心里边认定他有罪。对啊，他就是有罪。当然了，我们可以帮助他减轻罪行。可是你看到了，他不能接受，那我们就去说服他。你连门都进不去，你怎么说服他？所以，这个案子不需要你了。那你也不能甩掉我。你跟何塞怎么了？杜飞到底是谁的朋友？封印不想让我告诉你。封印的朋友？他不想让你知道。哎，他不在办公室。那他人在哪儿？医院。医院？怎么了？他生病了吗？他老婆。陶月什么病？
癌？什么癌？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多长时间了？好几年了。这事儿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陶越不想让别人知道，封印很尊重他这一点。生病了又不丢人，这有什么不能说的？那是因为你没有生过病。我母亲是病逝的，当年人家都说她生病是因为她缺德，遭的报应。说这个话的人才缺德。杜飞曾经帮陶越代购过科比替尼。懂了。哎，何塞老师，您找我？你把这个整理一下，发到我们全景的公众号上，我希望它能够引起关注。好的，我做完以后就发您。不是发给我，我不是要在我的邮箱里看的，我是要在网上，在公众号上，在其他一切社交媒体上，我要让杜飞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你去完成它，这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报心者杜飞，杜飞是谁？明天你就知道了。喝点什么？喝酒。我记得您不喝酒。不喝酒和想喝是两回事儿。有吗？当然。好。梦之蓝，这酒怎么样？不错啊，何塞的客户。来，尝尝。哦，我听说了，这个杜飞啊，他不信任我们，这不怨他。不知道听谁说的，说是律师啊，就是公检法的卧底。如果他不信任我，我没办法为他辩护。你会有办法的，我相信，你能得到他的信任。来。你了解我，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干的事儿就是讨好别人。取得别人的信任和讨好别人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从来就不信任讨好我的人，但是你从来就没讨好我。可是我相信你。我的意思是说，与其去争取一个不相信自己人的信任，不如直接服务一个你相信的人。我知道，你不差杜飞这个客户，但是杜飞他需要你。我一直支持你的做法，只和相信自己的人合作，代理相信自己的客户。但是，杜飞这个案子比较特殊，他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赢得他的信任。就因为他代购的药救了很多人，还因为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值得他信任，这个世界值得他信任，我们可以无条件的为他辩护。